果你在 Steam 上買過遊戲，那麼恭喜，有人正在打着为你維權的旗號發起了一場集體訴訟，並且要向 Steam 索賠高達9億美元的天價賠款。這起訴訟聲稱 Valve 濫用 Steam 所謂的壟斷地位來強制推行不公平的定價。不公平的定價，我是真的沒有想到 Steam 居然能有一天會和這幾個字放在同一句話當中。該案最早在2024年由數字權利倡導者 Vicky Shotbot 發起，他聲稱自己代表了1400萬的英國 Steam 用戶，指控 Steam 的霸王條款導致了遊戲價格的上漲。Steam 導致了遊戲價格的上漲 ？What？ 這麼離譜的嗎？但是更離譜的是，英國的法院在今年年初竟然駁回了 Valve 試圖阻止該案件向前推進的申請，正式批准了這個集體訴訟可以繼續進行。我相信看到這裡啊，很多玩家應該都跟我一樣已經滿頭問號了。然而這還不是全部啊。我們的老朋友 Epic 商城的老闆 Tim Sweeney 真的是聞着味兒就來了，他這次又開始在社交媒體上大放厥詞，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大談行業的競爭是多麼的重要。可是 Tim 嘴裡的競爭從來不是想着怎麼把自家的客戶端做得更好用，不然也不會出現玩家在 Epic 領完免費遊戲轉頭卻跑去 Steam 花錢補票再買一份的迷惑行為了。看到現在啊，我甚至懷疑這場訴訟背後的推手就是 Tim Sweeney 本人。所以今天的這期節目，我想帶大家深扒一下這份極其離譜的訴訟文件，看看這所謂的正義維權到底有多站不住腳。順便咱們也來圍觀一下我們的 CEO Tim 又在社交媒體上說了哪些駭人聽聞、漏洞百出的言論。大家好，歡迎來到豆頻道，我是老九。說真的，剛看到這個新聞，我就感到這一整件事情極其的荒謬。這就好比你樓下有一個開了10幾年的老超市，老闆為人厚道，經常打折促銷，街坊鄰居都愛去。結果有一天，一個從沒有在這兒買過東西的人，突然拉着這整棟樓的住戶，說是要把老闆告上法庭，說他賣的東西太貴了，侵害了大家的利益。而法官居然還當真了，非要查查老闆是不是賺的太多了。這個時候，真正每天從這兒買東西的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自己被代表。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叫做 Vicky Shotbot 的集體訴訟代表到底提出了哪些主張啊？第一， Valve 禁止遊戲發行商在其他平台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同一款遊戲，這限制了競爭，導致 Steam 上遊戲價格被人為抬高，讓消費者被迫支付更高的價格。第二， Steam 要求用戶如果通過 Steam 購買了基礎遊戲，則所有後續的附加內容，也就是微交易、DLC 這些，也必須通過 Steam 購買。這把用戶鎖在了 Steam 的生態內，減少了消費者的選擇。第三， Valve 收取的30%的佣金過度且不公平，遠高於合理的佣金百分比。我來給大家逐一拆解一下這3條主要的指控啊。先說第3條30%的佣金。這個訴訟代表把30%的佣金說的好像是什麼天理難容的大罪過一樣，實際情況卻是無論是微軟的 Xbox 商城，還是索尼的 PlayStation Network， 又或者是任天堂的 Nintendo eShop， 他們的抽成你猜猜看是多少？同樣也是30%，這根本就是行業內的標準定價。而且 Steam 對於高銷量的遊戲還有額外的佣金遞減規則，最高可以遞減到20%。另外，在上述的3款遊戲主機上，想要聯機的話，你甚至還要額外支付聯機會員的費用，而這在 Steam 上通通沒有，更別提還存在 Steam Key 這種根本沒有佣金抽成的銷售模式了。這些 Key 沒有交30%的錢給 Steam 卻還是提供了雲存檔、創意工坊等相應的服務。第2條的那個說什麼後續附加內容被 Steam 鎖定的指控，更是把這個代表人根本不玩遊戲的事實展現得淋漓盡致。跟第1條一樣啊，你見過哪個遊戲商店讓你在自家購買遊戲之後還能在別的遊戲商店購買 DLC 的？你能想象你在 PSN 上下載的遊戲可以跑你用 Xbox 購買來的 DLC 的這種情況嗎？根本就無法想象好嗎？當然啊，如果說真的能讓遊戲玩家擁有跨平台購買 DLC 的功能，絕對對消費者來說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是這個行業的行業標準啊。本平台上購買的遊戲只能玩同平台上購買的 DLC 的這件事情，根本就是包括 Epic、PSN、Xbox、NS eShop 在內的每一個遊戲商店都在做的事情。為什麼偏偏單獨把 Steam 拿出來說事呢？他還說什麼微交易也必須通過 Steam 購買，這條指控更是他媽純扯淡。
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你，所有可以充值的游戏，他們的開發商都可以繞過 Steam， 讓玩家在第三方的任何平台充值，尤其是那些跨平台的游戲。最後一條就是說 Steam 不讓自家平台遊戲的價格比別家平台貴，導致 Steam 上遊戲價格被人為抬高的那條，是在我看來最讓人無語的。首先，這個規則並不包含各大主機平台，在這些主機平台上定價並沒有被要求不能低於 Steam 定價的同時，這些同樣是佣金高達 30% 的主機平台，他們平台上面的遊戲往往比 Steam 平台反而還要再貴上 10%+。就拿最新的人王3來舉例子好了，就我所在的澳區 Steam 的首發價格是103澳幣， PSN 上就要賣到115澳幣。去年剛出的無主之地4 PSN 上要賣你120澳幣， Steam 的原價只要110澳幣，而且 Steam 上的游戲動不動就打折，無論是頻率還是力度，都是出了名的比其他平台要更便宜的，這一點是沒得黑的。而且這條規定有影響到玩家嗎？沒有啊，它影響的是那些遊戲廠商啊，玩家並沒有因此而多付錢啊。就算 Steam 把 30% 的佣金給降低了，並且移除其他平台不得低於 Steam 定價的規定，這些廠商你指望它$70的全價遊戲會給你在 Steam 上降價嗎？根本不可能的，別做夢了。這些案例都在證明一件事情，那就是 Steam 上的遊戲價格的提高跟 Steam 30%的抽成和它平台的相關規則沒有任何關係，價格的上漲只跟那些永遠餵不飽且貪婪的遊戲廠商有關。綜上所述，你可以看出這個集體訴訟案的代表毫無數字版遊戲的銷售常識，且根本不可能是一名遊戲玩家。而就是這樣的人，竟然能夠堂而皇之的代表遊戲玩家對 Steam 發起集體訴訟，他能代表個嘚兒啊！他代表的利益集團不是廣大玩家，而是遊戲廠商罷了。後來我發現啊，第3條其他平台不得低於 Steam 定價的規定，因為不包括主機平台，如果真的被要求移除的話，真正受益的人會是誰呢？沒錯，就是 Epic 商城。但是單靠移除這一條 Steam 的規定， Epic 商城就能真的打敗 Steam 了嗎？答案是完全不能。他們的 CEO 完全沒想到 Steam 的服務好到現在的玩家寧願花錢去 Steam 買遊戲，也不願意去他的 Epic 商城白嫖不要錢的免費版本了。前段時間啊，我發了一個帖子，內容是 Epic 遊戲商城的用戶群在6年內增長了 173%， 但第三方遊戲的收入僅增長了 1.6%。這說明 Epic 成功的培養了 2.95 億的人去領取免費遊戲然後離開的習慣。本來我以為這就已經夠誇張的了，結果現實卻更加的魔幻。事實證明，把你的遊戲作為 Epic 商店的免費贈送遊戲，反而有可能帶來更多 Steam 的銷量。根據遊戲公司 New Blood 的老板 Dave Oshiri 透露，近期他們家的一款名叫 Blood West 的遊戲在 Epic 商店進行免費贈送之後，該遊戲在 Steam 平台上的銷量出現了一波200%的暴漲。結果你猜怎麼着？ Team 第一時間跑出來說什麼這是 Epic 商城的一個功能，它幫助開發者提高了遊戲的曝光度，所有人都是贏家，不啦不啦不啦。在我看来啊，這根本就是酸到不行的 Cope。後來他帖子下面有玩家問他什麼時候才能讓堡壘之夜登上 Steam 呢？結果他說，只要平台能給所有開發者一個公平划算的條件，我們就願意去拿。所以就是不願意唄。好一個雙重標準，主機平台同樣是 30% 的佣金，按照 Team 的說法，這些都是和 Steam 一樣不公平的平台。但是堡壘之夜可以登錄 PSN， 可以登錄 Xbox， 也可以登錄 Switch， 就是不能上 Steam。为什麼呢？還不是因為主機平台跟他沒有任何利益衝突，而 Steam 卻是實實在在的競爭對手。堡壘之夜最後要是真的上了 Steam， 怕是很多 PC 玩家最後一個安裝 Epic 商城的理由都沒有了。這次英國 Steam 集體訴訟案的新聞一出，我們的 Team 老兄又跑出來作妖了。他在一篇回復的貼文中說道，Steam 迫使每個人都交 30% 的佣金，蘋果和谷歌過去也實施過相同的措施，直至法院明確確認該行為違法，才不得不停下來。要說當年 Epic 正面硬剛蘋果和谷歌的案子，其實我也有做過視頻吹過 Team， 可是這家伙現在的言行越來越讓我覺得他是一個偽君子。為什麼呢？首先還是之前同樣的觀點，主機御三家的商店一直以來都是這麼做的，從來沒有哪個主機平台允許遊戲廠商在遊戲中加入自家的充值鏈接的。Team 對此依舊是閉口不提。
他後來在多篇貼文當中反覆強調，不允許遊戲內添加自家的支付鏈接的這個遊戲內3個字，結果被很多網友直接現場打臉，曬出了多款遊戲的 Steam 版本可以在遊戲內直通場外充值的截圖證据，比如說最終幻想14、上古卷軸 Online、戰爭雷霆、賽馬娘等等等等。而且 Steam 的佣金和蘋果稅和谷歌稅是一個性質嗎？有稅就意味着要多交錢。當年如果你想給 App 充值，蘋果和谷歌在手機上的付款渠道都是要比第三方要更貴的。甚至到了现在，你可以看到我頻道會員在手機上的價格和在 PC 上的價格都是不一樣的，手機上的價格要明顯更貴一點。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哪一款遊戲的內購會存在相同價格地區的情況下 Steam 上的價格比官方充值渠道更貴的情況。很多重度依靠氪金的抽卡游戏都是如此，而且 PC 端和手机端是完全不一樣的2個概念。 PC 是一個開放的系統，相比手機，玩家可以輕而易舉地繞開 Steam 的充值系統去其他平台購買充值。你說你 Epic 的佣金只有 12%， 但是好像我的遊戏在你的平台上充值也沒有变得很便宜啊，你也沒有給我什麼很大的折扣啊。 Team 還說什麼 Steam 的行为就像賣你車的人在你每次加油的時候都要收取 30% 的油錢一樣。確實啊， Steam 是把車賣給我了，同時他還修了高速公路，還建了跨海大橋等各種基礎設施。 Steam 的佣金不僅沒有讓真正的遊戲玩家花1分錢，而且這些錢還被用在了類似我之前介紹過的 Faxemu 或者是 Proton 轉譯層這種讓 ARM 芯片和 Linux 也能跑 X86 遊戲的技術上。這些 Steam 資助的可以讓所有人使用的開源項目，他的錢還不是從這些佣金裡面拿的嗎？超級好用的雲存檔、創意工坊，這些東西在 Team 的眼裡似乎都是不要錢的。Gabe Newell 確實用賺來的錢買了大遊艇，但同時他也創造了 SteamOS， 打破了臃腫的 Windows 對於 PC 遊戲操作系統的長期壟斷，創造了沒有任何一家遊戲商店提供的2小時退款政策，拒絕了遊戲內的廣告和騙錢的 NFT 遊戲等等等等。而你 Epic 又做到了什麼呢？是你去年才加入的送禮功能，還是說到現在都還只有媒體才能評分的評價系統呢？開發者也不傻，你是給了他們 88% 的利潤，但是如果這 88% 的利潤是乘以總數為0的銷售額的時候，那還不是等於沒有嗎？ Epic 本來可以打造出真正有競爭力的 PC 生態，但 Team 選擇了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指責對手上。他就像是一個永遠在法庭上打官司的原告，習慣性的將自己的失敗歸咎於對手的所謂壟斷，卻從來不去反思為什麼玩家寧願多付錢也要在 Steam 買遊戲。更值得思考的是他對公平這個詞的選擇性理解。在他的世界裡，公平永遠意味着對自己有利的規則。當 Epic 市占率低的時候，他自家平台的低佣金就是公平；當堡壘之夜的用戶數量足夠龐大的時候，不上競爭對手的平台也是公平。這種實用主義的雙標，讓他看起來更像是一個狡猾的商人，而不是他自我標榜的所謂改革先驅。到最後 Team 犯了創業者最不該犯的錯誤，他花了太多時間試圖證明別人錯了，卻忘記了如何提升自我。當開發者用腳投票，玩家用錢包說話的時候，再多的推文論戰也改變不了一個事實，那就是 Epic 商店沒能成為 Steam 的替代品，反而成為了 Steam 的免費廣告牌。這或許才是這場鬧劇最大的諷刺。Later， 這場訴訟如果 Steam 輸了，其他國家的那些民權代表很快也會加入其中，而我個人認為這將是對 PC 玩家的重大打擊。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暴露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互聯網時代，我們正在目睹一種危險的趨勢，那就是失敗者試圖用法律和輿論來懲罰那些做了對事的人。當競爭變成了比拼誰更會哭訴不公平，當創新被簡化為誰的抽成更低，當用戶體驗可以被一紙訴狀否定，我們失去的不僅是一個優秀的遊戲平台，而是整個行業向前發展的動力。今天有人可以用壟斷之名起訴 Steam， 明天就會有人用同樣的理由起訴任何一個做得好的企業。真正的競爭從來不是在法庭上進行的，而是在產品和服務中體現的。
Vicky Shotbot 可以假装代表玩家发起訴訟 ，Tim Sweeney 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大放厥詞，但最終改變這個行業的，永遠都是那些願意俯下身來認真打磨產品、服務自己用戶的人。這場鬧劇最大的價值，或許就是提醒了我們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商業的世界裡，你可以選擇成為建設者，也可以選擇成為控訴者，而歷史只會記住前者的名字。Anyways， 歡迎收看地圖頻道，感謝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對 Steam 被起訴和 Epic 的看法，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也別忘了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我們下期見 ，Peace。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覺得我是幫你省了100萬，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